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学中文到底有什么用？那天晚上，朋友正在看工作信息，突然他把手机推到我面前，说：“你看，这个工作写着会中文者优先。”我看着那几个字，心里突然动了一下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很认真地想，原来中文不是一个离生活很远的爱好，它可能是一份工作机会，是一次面试时多出来的优势，也可能是未来某一天我比过去多出来的一条路。以前我学中文的时候，总觉得它离现实很远。它在课本里，在字幕里，在视频里，也在我写过又忘掉的笔记里。我知道它重要，可是这种重要一直很模糊，直到那天我看见会中文者优先这几个字，才突然感觉到中文可能真的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不是以很浪漫的方式出现，也不是以很大的方式出现，而是出现在一份工作信息里，出现在一个普通的晚上，出现在朋友随手递过来的手机屏幕上。朋友看着我说：“如果你中文再好一点，这种工作你以后也可以试试。”他说得很随意，可是我听完以后突然认真起来，因为我发现我以前总是问自己，我现在学的这些词有什么用？我现在读的这些句子有什么用？可是那一刻，我好像看见了一个答案，也许它们现在看起来很小，可是未来某一天，他们可能会帮我多拿到一次面试机会，多看懂一条工作信息，多和一个客人沟通，多进入一个我以前不敢想的地方。那天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。街上的灯很亮，人来人往，很多店铺还开着。我突然发现，中文其实并没有离我的生活那么远，它可能出现在餐厅里，出现在酒店里，出现在旅游公司里，出现在商店里，出现在机场和车站里，也出现在客服、销售、物流、工厂、贸易公司和很多普通工作里。很多时候，工作不是只需要一个会很多理论的人，也需要一个能真正沟通的人。如果有一天，一个客人需要帮助，如果有一天，公司收到一条中文信息，如果有一天团队需要接待中文客人，会中文的人就可能被看见。那种被看见不一定很大，但很真实。我开始想，如果两个人的能力差不多，可是其中一个人会一点中文，那他是不是就多了一个优势？也许老板会想，这个人可以接待中文客人，这个人可以看懂一些中文资料，这个人可以帮团队处理一些简单沟通。也许这不会马上改变人生，可是它会让一个普通人多一个标签。我可以做更多事情，我可以连接更多人，我可以处理别人处理不了的一小部分问题。对很多普通人来说，这已经很重要了，因为机会有时候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，而是藏在这些小小的能力里。后来我也开始想到服务行业。以前我听到服务行业，只会想到辛苦，想到站很久，想到每天面对很多客人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服务行业其实很需要语言，因为服务不是只把东西交给别人，而是让别人感觉被理解。如果你在餐厅工作，一个客人问这个菜辣不辣，你能回答一点，
他会更安心。如果你在酒店工作，客人问早餐时间、房间位置、付款方式，你能听懂一点，事情就会顺利很多。如果你在商店工作，客人问价格、颜色、尺寸，你能解释清楚，也许就能完成一笔订单。如果你在旅游行业，能说明路线、时间和注意事项，客人会更相信你。中文在这些地方不是很遥远的知识，而是可以马上使用的能力。它不需要你一开始就说得很漂亮，它需要你清楚、礼貌、实用。我突然觉得，学中文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，而是为了在某些时候真的有用。那天以后，我看工作信息的时候，也会不自觉地注意有没有中文要求。以前我看到这种要求，可能会直接跳过，因为我觉得那和我没有关系。现在我会停下来多看一眼，我会想，现在的我也许还不够好。可是如果我继续学，半年以后、1年以后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？这个想法让我有动力，因为学中文不再只是今天记一个词，明天忘一个词，它开始和未来有关，它可能和一份工作有关，和一份更好的收入有关，和一个新的城市有关，也和一个我以前不敢想的机会有关。中文不是马上给我一个结果，但它让我看到未来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。除了工作，我也想到留学。有时候我们说留学，会先想到学校、专业、申请、学费和奖学金。可是如果真的去一个中文环境学习，语言会出现在每天的生活里。你要看通知，要问路，要买东西，要和老师、同学、房东、工作人员沟通，你要处理很多小事，而这些小事有时候比课堂还让人紧张。如果完全不懂中文，很多事情都会像隔着一层玻璃。可是如果你懂一点中文，哪怕只是基础，你就会更容易开始新的生活。你不一定马上听懂所有课程，也不一定马上交到很多朋友，可是你不会完全站在外面，你可以慢慢走进去。留学不是只换一个学校，而是换一种生活。中文会让这种生活没有那么远，学中文也会让旅游变得不一样。以前我旅行的时候，最怕那种看不懂任何提示的感觉。车站、菜单、路牌、支付说明、营业时间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小，可是如果完全看不懂，人就会很没有安全感。会一点中文以后，旅行会不一样。你可以看懂一点菜单，不用只靠图片。你可以看懂入口、出口、售票处、请排队。你可以知道哪里可以付款，哪里不能进去，什么时候开门，什么时候关门。你也许还是会迷路，还是会有不懂的地方，可是你不会完全无助。旅行最自由的感觉，不只是看到好看的风景，而是你能自己处理更多事情。你可以自己判断一点，自己选择一点，自己理解一点。那种自由感会让一个陌生的地方变得亲近很多。还有交朋友。那天朋友把手机推给我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一门语言不只是工具，它也和人有关。因为中文，你可能认识中国朋友、华人朋友、中文老师，或者和你一样正在学中文的人。
很多关系不是从很深的话题开始的，而是从一句很普通的话开始的。你会一点中文，对方可能会多问你一句：你也学中文吗？你们可能会聊到学习，聊到工作，聊到家乡，聊到以后想去哪里。语言会让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人突然有一个可以开始的话题。它不一定让你马上拥有很多朋友，但它会给你更多开始的机会。有时候，一个朋友会带来一个新的消息，一个新的建议，一个新的方向。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也是一种机会。我以前总觉得学中文的用处应该很大，很明显，比如马上找到好工作，马上通过考试，马上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可是现在我觉得中文的用处也可以很小，很普通，但它会慢慢积累。今天你看懂一个词，明天你听懂一句话，后天你发现自己能看懂一条简单通知。也许这些事情不会让别人为你鼓掌，可是他们会慢慢改变你看待自己的方式。你会发现自己不是一直站在原地，你会发现过去学过的东西并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暂时安静地待在那里，等到某一天，在一个你没有想到的时刻帮你一下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朋友分开以后，回到房间，又打开了自己的中文笔记。以前我看这些笔记，有时候会觉得累，因为上面有太多字，也有太多我记不住的东西。可是那天，我看着它们，感觉不一样了。我突然觉得这些字不是没有意义的，它们可能会在以后变成一张车票，一次面试，一个新朋友，一次旅行，或者一份工作里的小优势。它们现在还很小，可是它们不是没有方向，它们正在慢慢帮我准备未来的某一天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有了一点动力，不是很夸张的动力，而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我开始明白，学中文不一定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未来会出现什么，所以我才想多准备一点。也许有一天，一个机会突然出现，而中文刚好是我能抓住它的原因。也许有一天，我想申请一个学校，想换一份工作，想去一个城市，想认识一个人，而中文会让我离这些事情近一点儿。学习一门语言，就像给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件工具。现在的你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，可是当那个时刻真的来了，你会感谢自己曾经没有放弃。当然，我不想说学中文一定会让人马上成功，现实没有那么简单。一门语言不能代替努力，也不能代替能力，更不能保证所有机会都会来到你面前。可是它可以让你多一个方向。很多时候，人生不是因为一个巨大的改变才变好，而是因为很多小小的选择慢慢变宽。你多会一点中文，就多看懂一点信息，多看懂一点信息，就多知道一点机会，多知道一点机会，就多一次尝试，多一次尝试，也许未来就会不一样。所以，学中文到底有什么用？对我来说，它的用处不是一句很空的话，它可能是一份工作里的优势，是留学时的一点底气，是旅行时的一点自由，是服务客人时的一点信心，是和别人交朋友时的一座小桥。它也可能是某一天，你看着一个机会，
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完全没有准备，你学过的词，你读过的句子，你花过的时间，都在那一刻变得有意义。中文不会马上给你全部答案，但它会给你更多可能。一个人多一种语言，就像人生多一条路。你不一定马上走上去，可是当机会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有路可以走。也许这就是我想继续学中文的原因，因为我不知道中文最后会把我带到哪里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多学一点，我的未来就会多一点选择。